我们连他的购置税都不到，我已经做足了要赔钱的心理准备。跑出来！我看啊，天生之眼 C 含金量到底有多高？自从比亚迪发布了天神之眼之后，全网都在吹，我们自己也在吹。但问题来哈，这么吹下去，到底能不能用，好不好用呢？这台车就是我们同事998昨天刚刚拿下喜提的个人自购一手车。那既然不是厂家试驾车，就不存在任何的什么软件啊、特调啊这那的一些情况了。我们连它的购置税都不到，买到的是一个城市的快速领航以及中低速的泊车的功能，算力也是有80到100套不等，因为它用的是 Orange 的青春版以及地平线的增程6两套啊，可能就抽签了，反正是哪个就是哪个了。毕竟998都能自驾，出货量很大嘛，所以一个供应商可能是供不来的。摄像头布局周视4颗，环视4颗，前3幕后单幕，对吧？没有激光雷达，视觉的布局摄像头相对来说会少一点点，所以呢，在它身上暂时是做不到城市的全场景的辅助驾驶的。这个天神之眼系提车即交付，交付即可用，到底好不好用，可不可用呢？直接我们就从最难最有噱头的泊车环节开始试一下天神之眼 C 含金量到底有多高。没位置停啊，这么多车的。哎，那个还买。哎，这里有个位置，哎呀，很标准的这个停车位，垂直车位，很好哈。它有这个物理按键，或者挂 R 档也可以。但是你看，它其实应该是没有预扫功能的。旁边明明有个车位，但是要很完整的把它给路过一遍，对吧？可能才找到。哎，找到了。请踩住刹车。请踩住刹车。开始泊入。而且它998的泊车还有遥控泊车的，不直接就遥控泊车了。998遥控泊车到底可不可靠呢？马上开始。它动了，它动了。它遥控泊车过程中呢，它是会打这个双闪，有一定警示的作用。哎，哇！其实好可怕，但是它一把劲。哇，真係！哇！效率是可以给很高的分数，基本上是大前提是一个前一个后，2把就能进去了。但是因为我看着它用的这个空间用的很极限，真的是整个杠快贴上去的那种状态啊！实际的空间不到1开手机。目前来看，结果没问题，但是过程中有点惊吓。你们怎么评呢？行吧，大白天光线好的、换线清晰的垂直车位，差不多就这样了，看点是不多的。冇位停啊！哇，後面那個唔係位嚟喎。SR 規劃是沒有顯示這個位置，這個時候就用出我們的自定義泊車功能。唔得哦，你看，功能是可用的哈，你看，但是这种极限的操作好像它不是很乐意去帮我执行，看来是它自选车位的可用范围没想象中那么广。那这种园区的无划线的侧方位，难不成就是天眼 C 的能力边界了吗？这个呢，这个这么空旷，好，它穿模了哦。但特斯拉还在哦，诶，甚至不用自定义哦。看来它这个系统本身就是支持这种园区无划线的侧方位的。要试一下。泊车开始，请注意周边环境。就这个问题了，我现在蓝色框框是顶着那个障碍物车的，按道理应该是可以贴着它的这个前杠停的，我的后杠贴它前杠哈。但是不是这样子呢？唔敢同你打包票，我睇下你點停先。哟，这么快就打方向啊！其实有难度了，然后那边还有一堆空调主机障碍物。泊车已完成啊，其实是对的哦，
你看从后视镜看，我这边是跟后面那台唐差不多是齐平的，你这个后视镜是我们凸出来一点。吹毛求疵的话，我肯定会更靠墙一点。我现在呢就想试一下哈，如果用自定义的那个框框功能，能不能尽量的往墙去贴？如果贴墙能贴到副驾下不了车，我觉得也算是 OK 牛逼的一个功能了。他们都係咁啦，係嘛？各位觀眾覺得呢？哎，可以了，開始泊入。泊車開始，請注意周邊環境。哎，這種功能有點像自己那套什麼一鍵貼邊了，就是我嫌棄它停的現在這個位置不夠貼邊，我讓系統自動的幫我再挪靠牆一點，再貼邊一點，是這麼一個邏輯。哎，你看，嫻熟的往前一把之後，往後再一把，你看它盡量都是像老司機一樣，要一把的把這個車位給泊到位的。哇，你看明顯就貼邊很多了。哦喲，哇，那邊哇，離牆真的很近了。哦喲，哦喲，哇！泊車已完成。我從這邊看已經是貼着那邊的空調主機，哇，很近。後保險槓後翼子板那邊那個雷達已經是距離是連成一條線，滴滴滴滴滴紅色警報的了。而且那邊還有個異形障礙物的突出，可以了。我覺得它自定義的車位可以停成這個距離，這個效率跟能力真的是想象不到哈。998的智能泊車能夠做到這個地步，而且呢，剛剛試的所有的停車位，只要是藍車框框顯現可以停，基本上都是可以下車用手機遙控的方案，讓它自己進去，自己出來。包括這個時候可以讓它手機遙控開出來。哎呀，泊車不可用，你打我臉了。它現在的泊車界面的邏輯是泊入的邏輯。它不是泊出的邏輯，自選車位就各種泊入。點擊開始泊入。現在目前來看，無論是手機的界面還是車機的界面，它判定是泊入的場景的話呢，我就沒辦法用泊出的功能。所以它這個智能的泊出泊入，如果是判定的不合你心意的時候呢，你就只能用回我們最原始的這個遙控的前後功能了。係啦，是這麼一個邏輯。其實停那個位置，它屁股進去也不容易啊。那沒有識別到，理論上我們應該是停這個的。那它要掃描的話，你不是往前懟一下，然後它就看到嗎？好，這樣穿模對吧？那它都不行，規劃不出這個位置。其實我們的意思是什麼呢？假裝沒有這個G9，這裡是一堵牆，這堵牆的最靠牆的這個位置。一般我們要考這個位置，明顯它是沒有這方面的能力的了。但是給了你降個難度，既然你能說停這個位置，我倒看看你是怎麼停。泊車開始，請注意周邊環境。這下到鼻哥窿都冇用。它用了我們同向的半邊車位，啊！我已經做足了要賠錢的心理準備，好恐怖啊！你落車牌比較恐怖啊，更仲恐怖。哇，他到底是藝高人膽大，還是他真的沒看到呢？他是為了讓自己盡量能1-2把內完成這個泊車，真是無所不用其極，蹭着牆貼着保險槓都要給你一把拉進來。那你看，在劃線清晰的垂直車位裡面呢，理論上是可以用泊出的了。哎，有了，它只是泊出的這個系統啟動比較慢哈。沒有啊，他還偷了一把方向再出來，這是為什麼呢？挑個小刺，目前呢，它是打完方向再行進。那一般像我的話，會覺得心疼輪胎，
尽量可以做到更丝滑，一边挪车一边这样动方向，就更老司机就更好。停的位置也还行，刚刚好在中线，别以为说停的贴的这边好，其实是不好的。你这样上车就你这个门一打开就贴人家前杠了。再找几个刁难一点的场景试一下了。试一下这边停车场一个极窄极难的位置，然后两边都是柱子啊、墙啊。按这台车的尺寸应该是可以停的，但明显因为系统已经不规划这个车位了。注意微车。使出第二招，自选车位不行，他觉得不行。你觉得我刁难他对吧？你落车。停是停进来了，证明这个车位是能容下我这台车的。我已经故意贴副驾那边了，但是这个车门离墙就很近，我又不想磕到，脚能出来人就可以，再肥一点就不行了。啱啱好，真的别刁难它。但大部分的车位它都是 OK 的。果然哈，这个自动的泊出呢，也是有边界，比如说它停的这个位置离墙、离障碍物太近的时候，它都是会显示不可用的。即便现在是一个正经划线的垂直车位，跟园区的那趟是不一样的。我当然以为是侧方位不行，原来是太近障碍物就不给你用。那这个时候只能用出最传统的遥控方案了，往前，哎，解锁，出来，哎，够我上车，真遥控，真泊车。先说能力变价，就是它那种很窄的车位，两边都是墙或者是柱子，包括那种断头的最靠墙的那个位置啊，确实它可能直接就不规划车位给你了。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激活的体验了。基本上车位它能识别出来呢，要很完整的路过一遍才可以的。所以如果是遇到车多或者商场很多人要抢车位的情况，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哈，有可能路过完之后，人家一头扎进去，车位会被抢掉，所以这是要注意的。但除了这两点之外，其实大部分的场景体验都是极好的，尤其是路径规划这一块呢，我觉得给它大大的赞了。因为像我第一天开上这个车的话，其实很多车位我至少是2把我才敢停进去的，但是它敢用前杠贴着墙。贴的柱子一把就给你拉进去了，当然这个毫厘之间的差距啊，如果是静态柱子的墙啊，你还可以去试试。但如果是面对动态的泊椅，像后方有电瓶车出入啊，最好小心一点哈，该制止就制止。包括一些极限的车位，比方说园区无划线的，它识别出来那个框框不满你意的时候，自定义的这个车位泊入也是可以帮到你的。实测下来，还它那个自定义的泊入，其实它离墙的位置也是蛮近的。所以总而言之呢，这台998送给你的天眼 C 自驾泊车，在我看来可用度是挺高的了。包括回来路上，在南大干线，它都是可以激活这个城市的高速领航辅助，城市快速路是可以用的。不过还是那句话，今天1个下午的时间，小试牛刀，浅试了一下天眼 C， 后续还有这个记忆泊车、领航泊车，还有更多场景的城市快速路的高快的体验这些我们都会持续的关注哈。毕竟自己买回来自驾的车，后续看看它 OTA 的进度怎么样，能不能再加入一些更好玩、更快的功能，以及城市的这个通勤模式，在它身上体验是怎么样呢？继续关注智能车研究所，我们继续给你带来最前沿的、最新鲜的消息。哦哟，點解佢向右邊？好恐怖啊！你看，哇，就這種它這個邏輯真的很好。哇，你看遇到個緊急情況，關中遇到堵車，在一個高快的領航下體驗了一把紅綠燈起步